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美两国关系到底何去何从呢？中美关系随着川普的访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但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个意思，中美两国呢，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因为中美关系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吧，一直是这个有对抗也有合作，是吧？中国呢，在建国之初伟人呢用一场酣畅淋漓的战争，让美国认识到了中国的力量迎来了中美之间这数十年的和平，对吧？中国你别看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和美国的军事实力的差距那是天上地下，但是美国也从来没有敢对中国进行军事上的挑衅。甚至是在这个越南战争期间伟人的一句话，你不准过这条线，美国的飞机就像焊死到了那条红线上一样，从来也不敢过线。这次呢川普和习近平这次见面之后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说，中美两国呢经贸呢达成了对双方都互惠互利的一个协议中美两国呢有点共治世界的那个意思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美国可以用所谓的从实力地位出发去当年那种俯视的感觉了。所以美国的很多的专家现在都出来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可以俯视的国家了，中国现在和美国是在平视，甚至是有点俯视美国了。特朗普这一次访华其实跟当年的尼克松访华面临着同一个命题，那就是在世界格局的巨变之下，美国将何去何从，但两者却注定只能得到不同的答案。1972年的那个春天，尼克松走下专机舷梯的那一刻，世界历史的轨迹就改变了。中美接近让苏联感到压力，美苏谈判开始有了成果，中美苏三角关系重塑了冷战格局，美国在战略上获得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尼克松访华是美国在逆境中的一次战略突围，它需要中国来制衡苏联，需要打开新市场来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外交胜利来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访华是他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可特朗普呢，要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访华了。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了他任内第一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他在推特上写道，贸易战很容易赢，然后中美贸易战打了6年，双方对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同样在美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时，尼克松访华能够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里程碑，并非仅仅因为访问本身，而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美国所做出的历史抉择。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回到美国深陷经济泥潭，人民生活困顿不堪的时刻，去感受两个不同时代的脉搏，才能理解这些历史抉择是如何改变历史走向的。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为何特朗普的访华与尼克松的访华会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好了，同志们，系好安全带，让我们出发吧。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站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手按圣经，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时，这个在二战期间与美国海军服役，退役后从加利福尼亚开始其政治生涯，从联邦参议员到2任副总统，最后经过1960年竞选总统失利，甚至连1962年的加州州长都没竞选上。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一败涂地，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时，他竟然卷土重来，最终得偿所愿，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仿佛是最坚定的美利坚反共斗士的成熟政客，非常清醒。他接手的是一个怎样脆弱而岌岌可危的国家。自从1960年肯尼迪这个来自显赫家族、年仅43岁的美国史上第2年轻的总统在击败尼克松当选后，他
他就提出了一系列颇为不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包括且不限于改善城市住房条件、发展教育事业、改革税收制度、修改农业计划、保护和发展天然资源、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反对种族歧视、给黑人以公平权利等等。也是在其任职的第一个年头，美国财政预算再次出现了非战争、非经济衰退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但这个年轻的新贵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在第二年，肯尼迪又提出了1000亿美元的年度财政预算。到1963年7月，肯尼迪政府的开支就达到了940亿美元，当年财政赤字将近7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降到了1939年以来的最低点。几个月后，肯尼迪被刺杀。事发后没多久，林登·约翰逊就于停靠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1号总统座机上，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36任美国总统。此后，他借着这个余威，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上提出了伟大的社会计划，核心就是保障民权，向贫穷宣战，并一举当选美国总统。这个阶段，美国所面临的麻烦，我们在第一期有展开聊过，这里我们挑重点来说。首先，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其实继承的是肯尼迪的政治遗产，大部分都是肯尼迪政府时期关于民权及民生方面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需要通过继续扩大联邦财政赤字才能实现。于是1965年到1969年，联邦支出总共增加 55%， 每年增长 11%， 而在此之前3年，每年开支增加只有 2%。 其中，在关于伟大社会计划的拨款中，卫生、教育、萧条地区发展这3项经费合计从1965年财政年度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亿美元。这些数额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并不稀奇，但别忘了美国是个什么国家。因此，这样的财政赤字在除了民众之外的各方各面看来，是白花花的银子都给了穷人啊，简直是浪费，大逆不道啊！与此同时呢，越战还在继续扩大。这场在当时已经持续到第8个年头的海外战争正在吞噬美国的国力和灵魂。在尼克松接手美国之前，美国在越南的兵力达到了54万人的峰值。这54万年轻人本该在工厂里工作，在校园里读书，在家中陪伴妻儿，却被派往遥远的东南亚丛林，与一个他们根本不了解的敌人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越南在哪里，不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此时，越战已经夺去了超过4万名美国士兵的生命，消耗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军费。更可怕的是呢，这场战争看不到尽头，每一天都有无数家庭在电视新闻中提心吊胆，祈祷着自己的儿子不要出现在阵亡名单上。然后每一周都有数百具裹着星条旗的棺材从东南亚运回美国本土。那些祈祷的母亲们在此时才能知道上帝有没有抛弃他们的儿子啊。为了应对这个局面，约翰逊说服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小威廉·麦克切斯内马丁，这个在美联储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也是亲手推动了美联储独立的主席，来配合自己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奇怪的是呢，曾经说出那句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时撤掉大酒杯与彰显自身鹰派作风的美联储主席，这一次和约翰逊站到了一起。在他的任期内，联邦基金利率几乎就没有跑赢过不断上涨的通胀率。1967年，美国的利率被下调到了 4.5% 以下， M1 和 M2 的供应量快速增长。在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从学者到政府都很接受通过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这样会有一定的通胀，但只要失业率足够低就没问题了。相信熟悉经济学知识的同志应该知道，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了。这个理论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想要降低失业率，那么扩张货币，增加通胀就可以了。但麻烦的就是呢，1969年时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这一年，美国 GDP 掉头向下，跌到 3.1%， 通胀率快速上升的同时，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反而直接飙升到 6%。 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即高通胀、高失业率与低增长，或者叫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与通胀和失业同时存在。在那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直到萨缪尔森将60年代英国那边出现的一个合成词滞胀搬过来后，才准确地描述了这样的经济现象。而这一次是美国第一次面对滞胀危机。美国当时的挑战当然不止这么一点啊，前面2期我们也聊到了，此时美元已经没有办法咬住黄金了，
$35一盎司的兑换比给美元带去了极大的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眼看着就要崩塌。这就是尼克松接过的烫手权柄，他作为美国总统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某种程度来说，当时的尼克松和此前的特朗普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他或许很擅长外交和政治，但对经济和金融确实是7窍只通了6窍，剩下的一窍不通。面对当时美国经济告别二战以来的高速增长周期，陷入前所未有、前所未见的滞胀危机，而日德的经济在快速崛起，美国制造业日渐式微，黄金储备越来越少，美元摇摇欲坠的局面，尼克松甚至认为美元问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搞定的。于是在1969到1970年，尼克松为了消除通胀，一定程度上实施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美联储也提高了利率， CPI 有所下降，通胀率缓和到 4.5%， 但是 GDP 依然没有好转。1970年和1971年都停留在 3.2% 的水平，同时失业率依然高达 6%。 到1971年，为了寻求连任，尼克松放弃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他甚至在当时对《纽约时报》说，他准备让美元贬值。而那位1970年被尼克松提名就任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作为尼克松的核心经济幕僚，开始让美联储降低利率，大肆放水起来。1971到1972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再次飙升， M1 增长率超过 6%， M2 增长率超过 12%， 这一切让美元更加的风雨飘摇起来。1971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黄金价格突然快速飙升，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被疯狂做空，一场改变世界经济和地缘格局的大戏正式拉开帷幕。对此，《纽约时报》1971年5月5日的头版头条写道，欧洲金融中心遭受了2年来最猛烈的货币投机狂潮折磨，持有大量资金的公司、银行及各方都把不需要的美元换成德国马克或其他坚挺的欧洲货币。就在当天早上，德意志银行在上一日购买1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购买了10亿美元，然后决定不再从事货币操纵。瑞士、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央行马上跟进，关闭了本国的外汇市场。5月的第2个星期，有4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流出，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当时被尼克松任命为主管货币事务的副财长保罗·沃尔克站了出来。其实早在尼克松就任的第2天，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就给沃尔克发了一份奇怪的贺信，名称叫做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页眉页角都打着秘密的字样，里面有一句话写着，总统已经指示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小组，你被任命为该小组组长。这个小组对沃尔克的要求是必须在1969年2月15日之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的报告。最终沃尔克并没有按时拿出方案，而是在1969年6月26日于尼克松、国务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美联储主席、经济顾问、财长面前汇报了国际货币事务基本选择。这次汇报里，沃尔克展示了一张黄金市场价格的涨势图，在图中，黄金在市场中的价格从35美元已经涨到了70美元，图里陡峭的曲线让尼克松感到了紧迫。在这个方案里，沃尔克提出终止美元兑换黄金，这个提法过于突然，以至于让与会人员倒吸了一口凉气。当时的尼克松更为信任伯恩斯，当他询问伯恩斯意见时，伯恩斯表示完全不能同意这个方案。为此，尼克松在举棋不定中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但时间来到1971年时，情况已经恶化到了不得不做出抉择的时候。就在8月12日这个周四的早晨，传来德国马克兑换美元升到20多年来最高位时，沃尔克知道再不做点什么，美元就要崩盘了。隔天1971年8月13日，在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的戴维营，总统尼克松、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财长康纳利、劳工部长舒尔茨和沃尔克5人召开了一场高级机密的会议。会议持续了3天，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沃尔克和康纳利联手与伯恩斯展开了彻底的论战，而尼克松像是个裁判，仅仅在听在问。3天之后的8月15日，会议结束，尼克松当晚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讲话，宣布了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向全球宣告美元与黄金脱钩，关闭美元兑换窗口，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以及劳资谈判干预。次日星期一，纽交所所有股票大跌，外汇市场一片混乱，全球金融局势动荡不安。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犹如一道防洪堤轰然倒塌，自此之后，另一道席卷全球的洪水被释放出来，只不过这道潮汐要到10多年之后才开始席卷和冲刷全球的资产。这一次动荡史称尼克松冲击。这次冲击对美国而言造成了什么呢？纽约时报是这样描述的：曼哈顿的年轻人在格林威治村寻找灵魂的慰藉，底特律的工人在工厂里担心失业，缅因州的农民在期盼雨夜，德州石油大亨们在分享发财的秘诀。他们都是美国人，但他们似乎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在这样的动荡下，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此，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和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时，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感受到了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所以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意义。从美西方的视角来看，不单是来跟周总理握了手，不单是跟毛主席的见面从原本计划的15分钟变成了65分钟，也不单是在上海发表了那份联合公报，而更是华盛顿能通过这件事情向莫斯科发出一个信号，此时的美国愿意同时跟他的对手们进行谈判。于是在不久之后的1972年5月，尼克松到访莫斯科，冷战中的2大巨头再次坐到了一起，签署了9份重要的文件。世界也从美苏对抗的冰点开始缓缓解冻。这一点虽然没有本质上改变冷战格局，但美国此时表现出的开放和共赢的姿态，不管其真假，起码他做了。于是这就对后续的世界格局演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解冻，那么后续苏联的解体和美国转向金融资本阶段的历史就一定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因为就在这次对社会主义阵营伸出手之后的1年多，1973年的10月，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危机也随即发生。在石油危机中，美国年度进口石油的花销从39亿美元飙涨至240亿美元，增长了6倍。而美国的失业率1975年达到了 8.5%， 这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工厂关门，商店倒闭，失业工人排着长队等待救济。 CPI 同比飙升至 12% 以上。1974年美国的通胀率是 11%， 1979年是 13.3%， 1980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13.5%。 美国人的钱包在缩水，而物价还在飞涨。美联储为了对抗通胀，被迫大幅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973年的 5% 飙升到1974年的 13%， 贷款利率更是突破了 20% 的门槛。美国梦变成了美国噩梦。彼时的美国加油站经常排起长龙，甚至出现了枪击事件，加油站老板雇佣保镖看场子，防止愤怒的司机打砸抢烧。这就是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停滞，物价飞涨，失业飙升，利率高企，社会动荡。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此前的滞胀危机叠加石油危机的暴击下摇摇欲坠。但危机危中有机，石油的威力让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疼痛，却让美国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工业社会中石油的分量。1974年7月，新上任的美国财长威廉·西蒙带着一行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了为期2周的中东之旅。他的官方任务是经济外交，但真正使命对外严格保密。从华盛顿到伦敦，从伦敦到利雅得，西蒙的专机穿过云层，舷窗外翻滚的云朵就像是他在脑海中翻涌的世界地图。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需要一个新锚点来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否则美元就会沦为普通货币。美国曾经从2战后得益于多处介入战后经济恢复而才刚刚要雏形的金融霸权也会随之崩塌，而石油将会成为美元更加坚实的新锚。在沙特吉达的4天秘密谈判中，西蒙向沙特国王费萨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装备和安全承诺，沙特则承诺所有石油贸易只用美元结算，并把卖石油赚来的钱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沙特答应了。至此，一个石油美元的时代来临。直到最近，随着美伊战争的拖延，石油美元的体系才随着美元在全球石油结算中占比降到 55% 以下，人民币等货币在石油结算中开始增加，
才出现了新的趋势。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当时，石油和美元才刚刚开始耦合，还没有发挥出后续那种强大的金融威力，但美国滞胀危机却已经深入骨髓。一如前面所说，在1970年代末，美国的高通胀和低增长仍然非常严重，失业率依旧在 7% 的警戒线之上，美国社会弥漫着一股迷茫。华尔街日报上充斥着美国正在衰落的文章，时代杂志时常会质问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时候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被卡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接下来，这个说话带有浓重鼻音的沉默寡言的新泽西人给正在崩塌的帝国下了一剂猛药。10月6日，沃尔克宣布了一个让华尔街震惊的消息：美联储要开始抽水了。随后他没有任何拖沓，带领着美联储一路加息，到1981年时，美联储基金利率已经去到了 20%。 这个举措的代价是惨重的。198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GDP 萎缩了 0.3%， 失业率飙升到 7.5% 以上，而且由于利率太高，导致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吃利息，市场上流动性减少后，美元市值大幅上升，以至于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急速下降。这个阶段，日德两国更是疯狂发育，特别是日本，一时间在制造业上给了美国巨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美国官员在白宫门口砸日本电器的美国版 U 型锁事件，也为后续的广场协议对日本进行阉割和收割埋下了伏笔。不过一样的，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所有人都快要顶不住时，沃尔克迎来了属于他的胜利。1982年秋天，通胀开始回落，从最高的 14.8% 降到了 5% 以下，失业率虽然还在 8% 以上，但已经过了峰值，开始下降。美联储开始逐步放松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从 20% 的高位缓缓回落。从此之后的20年，美国进入了所谓的大缓和时代，低通胀、低失业率、持续增长的美好时光。这也是美国人除了二战后最为美好的时代。而这份美好的背后，并不是一般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美国因为用了什么制度，用了什么理论，搞了什么政策，形成了怎样的上层建筑，所以它的经济就如何如何了。实际上，这份美好的背后，其关键是美元潮汐。是的，沃尔克除了战胜通胀之外，还给美国的精英们，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事情讲起来非常简单，1970年代，美国降息，大量美元流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拉美各国政府看到美元便宜，纷纷借助美元外债来发展经济、搞基建。墨西哥的石油、巴西的矿业、阿根廷的农业都在美元资本的滋润下蓬勃发展。1970年代初，拉美外债总额是212亿美元，到198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3287亿美元，增长了15倍。这期间，沃尔克加息了，利率飙升到了 20%， 同时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但他们的外债却是以美元计价的，还债成本急剧上升。1982年8月，墨西哥财政部长在华盛顿紧急求援，他告诉美国官员，墨西哥要撑不住了，他们的外汇储备只能支撑2周的进口了。1个月后，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拉美蔓延，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货币暴跌，资产价格腰斩，失业率飙升，社会动荡。墨西哥城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超市被哄抢一空。然后如今大家很熟悉，但在当时还非常新的剧情上演了。美国和 IMF 登场了，他们以救援为名，强迫拉美国家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开放金融、能源、矿产等核心领域，允许外资控股当地企业，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拉美国家被迫以地板价把优质资产卖给美国公司，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大发奇财。而1980年代被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这10年里，拉美的经济总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大幅萎缩，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了整整一代人。然后这样的情况被命名为中等收入陷阱，至今还被学界煞有介事地拿来讨论，却似乎完全不敢触碰美元潮汐这个禁忌。这一把美国尝到了美元潮汐的甜头，也深刻理解了在全球资产化、资产货币化的时代，谁把自身货币做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公共品，谁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收割。而美元由于此前历史的沉淀，已经可以完美的充当这个角色。之后的历史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再次大赚一笔。
而他的宿敌苏联却在不久之后解体了，以至于消息传到华盛顿时，正在戴维营度假的小布什第一反应是你说什么？自此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大国，他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地位，他的霸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而苏联的实体在被欧美分食后，在其庞大的实体资产货币化的过程中，不单进一步加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身份，也孕育出了欧元，并随着此后一场科索沃战争被打到了美元王座之下，成了美元的对抗者和跟随者这样的双重身份。摆平了欧元后，美元更加肆无忌惮了，以至于美元潮汐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从1994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降息，于2004到2006年加息，引发次贷风险积累，再到07年金融危机爆发，08年引发全球性危机后的量化宽松进行成本转嫁，15年开始首次加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18年才停止。然后就是离我们非常近的19年疫情爆发初期降息到0，随后从22年开始暴力拉升到 5.5%， 引发疫情期间全球化加速解体，最后就是24年开启的降息周期，以及当前这次未必能完成的美元潮汐了。历史也演进到了特朗普要再次来访华的阶段。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美国刚刚失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撑，正在苦苦寻找美元的新锚点。彼时的中国因实力不济，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用来制衡苏联的工具。特朗普访华的时候，美国的债务已经逼近39万亿美元，正在经历产业空心化、政治撕裂、美元信用动摇。此时的中国却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有力支撑和全球秩序的有力参与者。同样是访华，意义却完全不同。尼克松访华是在美国实力上升期的战略性布局，是在用开放共赢的姿态去为美国的下一个50年奠定基础。特朗普访华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期的被动应对，是在无法奈何对手之后才露出的微笑，反映的是帝国的焦虑和无奈。1970年代的美国在越战泥潭、经济滞胀、社会撕裂中苦苦挣扎，最终通过尼克松访华打开了新的大门，再加上找到了石油美元这个新锚点，才迎来了40年的黄金时代。2020年代的美国在债务危机、产业空心、政治极化、美元动摇中苦苦挣扎，特朗普访华却已经无法带来同样的战略突破，因为时代变了，世界变了，格局变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日月真的已经换了新天。当特朗普表达访华意愿时，他或许期待着重演尼克松的辉煌，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机遇和挑战，每一个领导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时代的现实。尼克松的辉煌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特朗普的挑战则属于这个崭新的时代。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了半个世纪，从尼克松到特朗普，从冷战到后冷战，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美国仍然面临着内部问题和外部挑战，仍然需要寻找出路，仍然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前行。如果这个因霸权才得以崛起的国家并不能深刻意识到时代的转向，不能放下霸权，拥抱和平，拥抱平等，拥抱多极化的未来，那么它必然不可能重演过往的辉煌。而我们中国人虽然在这样的历史中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样要面对历史的风浪，但我们用独立自主打造出来的这一艘巨轮已经足以让颠簸降到最低，甚至可以让我们中国人站立船头，去看着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去看着崭新的故事徐徐展开。